22岁我就成了环清万亿的董事长，本以为能提前退休醉心歌舞，未曾想还要与那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老家伙们斗智斗勇。答应你可以，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条件。在朝阳集团没有完成所有项目前，你不能向朝阳集团要任何一笔资金。在双方签完新的补偿协定后，朝阳集团便赚了800亿到浩源集团账上。看看我这又拿了800亿过来，当初让你们一直找人，还说要不要还一下，这能还吗？现在倒好，咱们的钱停在账上，用不出去，没人了。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你们再办不好，就都滚蛋吧。很快，浩源集团以超出同业1.5倍工资，大规模的挖人抢人事件，便在业内掀起了一阵风暴，就连乌镇企业家座谈会都发来了邀请。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呀？我呀，是做房地产的，你呢？我是做饮料的，你手上的这瓶饮料就是我做的。原来是宗老啊！失敬失敬，我是浩源集团的现任董事长林峰。很快，车子便到达了乌镇企业家座谈峰会的会场。你就是浩源集团的林峰吧？我是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张建国。小伙子成绩很不错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一定会再接再厉，努力把浩源集团带出困境。很快，在各路企业家贾大空的发言中，座谈会顺利结束。林峰的出现也正式对外宣告浩源集团归来的消息。接下来的时间里，林峰一口气重启412个项目后，亲自去各公司挖地产行业的高级精英。你的履历我都已经看过了，我打算聘请你为浩源集团投资部副总经理，工资待遇都按照业内水平给你，如何？林总，我冒昧的问您几个问题，应该可以吧？毕竟我也得为我的职业生涯负责，不能来这光领工资啊。当然可以。第一个问题，我想向林总了解一下，目前浩源集团内部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接下来的目标又是什么？是什么情况？和你知道的差不多。我们目前在不停地做老旧项目，回笼资金，接下来肯定是做新项目，赚取利润。那浩源集团能动用多少资金来做新项目？这个一时半会说不清，但我可以告诉你，最多再过5个月，所有老旧项目全部做完，届时我们账面还有8000多亿资金，这钱都可以去做新项目，你懂我意思吧？那林总对于准备做的新项目有什么特性上的要求？周期要快，还要赚钱，最好是那种能多赚一点的项目。那我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林总打算给我多大的支持？你只负责探寻新的项目，至于要不要做，这就不用你们探讨了，直接由我来拍板负责。林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找我来做副总经理，你还不给我放权？怎么？难道你要自己做啊？你猜对了，我打算自己担任投资部总经理，也就是说，你直接向我负责就行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当然。就这样，1周的时间，林峰一共挖来5个大将，全部被安排到了投资部担任副总经理。与此同时，浩源集团华中大区的11个县城项目开盘大赚，杨振宇被调回总公司。4个月前，在警局，杨振宇向我保证，这11个项目平均收益率最少能达到20%。我当时是不信的，没想到4个月后的今天，我竟然亲眼所见。我宣布这声杨振宇为浩源集团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伴随着时间不断流逝，浩源集团400多个老旧项目不断完工。开盘，大笔的资金涌入浩源集团的账上。为了以有限的资金拿到更多的地，林峰打算亲自出马，跟债权方们展开沟通，为集团接下来拿地做好铺垫。未曾想却在张小处碰壁。林总不会不知道，浩源集团已经资不抵债了吧？知道，这不是想请你们帮忙吗？说实话，我们债权方这边能暂时不问你要钱，都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你还想大笔的借钱，搞土地融资，你觉得这可能吗？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保证，这其中绝对不会有什么风险，而且我会给你们正常价格的利息，绝对让你们有赚头。保证？怎么保证？林总目前浩源集团债务都没还完，这种情况你跟我谈保证，你不觉得有些可笑吗？张大总监，我这段时间的表现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保证没风险，会有假吗？经过林峰的死缠烂打，张小再也招架不住，只能同意当说客。我争取帮你说服一下债权方，当然我只能争取，至于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在张小的沟通之下，很快债权方们便在浩源集团的会议室齐聚一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咱们索性就直接进入正题吧。是这样的，我们浩源集团目前已经回笼够了资金，在做新项目，但在这之前必须要解决土地融资这一问题。林总，不是我们不想帮你，实在是贵公司的状态，我们没法帮啊。俺也一样，俺也一样。这个我知道，但排除这个来说，我们浩源集团的现金很充裕，经营也非常好，所以搞土地融资绝对没有问题。大家将我们当成正常公司看待就好，大家有什么顾虑都可以谈，不是？
眼见现场气氛一度降至冰点，众人不再发言，林峰再也忍不住了。好好好，跟我玩摆烂那一套是吧？我让你们瞧瞧，什么叫欠钱的是大爷。浩源集团倒闭去吧，剩下的债老子不还了。说完，林峰就要转身离去，这可气坏了一众债权方。听到众人的骂声一片，林峰突然大笑起来。终于肯说话了吧？我要不是惊你们一下，到现在你们还在跟我装哑巴。此时的债权方才明白自己上了当。好你个林峰，竟然耍我们！我也没办法呀，不这么做，你们不开口啊？说吧，你们到底有什么条件？到底有什么要求？能满足我尽量满足。行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们也不瞒你，我们最大的需求就是能把本金拿回来，能够向其他上级交差就行。至于其他东西，我们不敢去想。行吧，看来我只能上压轴季了。听着林峰的话，债权方们一头雾水，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这里有一个差不多2万亿规模的业务，谁要是有胆子敢接，我就把这个业务全部交给他，钱全让他一家赚。条件要求咱们好谈。林峰，这就是你的压轴季。那好，那就不是2万亿了，1万亿的土地融资，谁敢接，我就全交给他。听到这话，现场开始显现出一片悸动，有人已经开始犹豫了。还没等债权方们决定，林峰再次抛出一个数字：5000亿。我们包和银行接了。漂亮，就你们了，5000亿的业务全部交给你们包和银行干了，咱们3期开，怎么样？咱们现在就签协议。现场众多债权方经此刺激，顿时眼都红了。等等，我们张家口银行也愿意。先来后到，人家包和银行先愿意的，那你这后来的不算，我们只接受一家银行。我给6000亿额度。眼看林峰因为此债权方的发言犹豫，包和银行顿时慌了起来。不就是6000亿吗？我们给6500亿。走，林总，我们赶紧签合同去。眼看林峰就要被拉走，有一个银行代表忍不住了。站住！我给7000亿。8500亿。你们干什么？是我先接的。那又怎么样？价高者得，你出不起就乖乖让路。众债权方争论不休，都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殊不知都进入了林峰设下的圈套。林总，你给个说法呀！不就高个2000亿吗？咱肯定不能坏了规矩。走，继续签。眼见依旧留不住林峰，债权方们不停叫价，几乎将额度炒翻了天。1万多亿的额度，直接将包和银行干到退出。很快价格就被华镇银行炒到了15000亿。正当林峰意外胜券在握之际，一直没发生的下发银行代表出声阻拦。谁允许你们签协议了？你什么意思啊？这还需要你允许？怎么不需要我允许？当初咱们明确规定好的，我们是可以随时干涉的，所以没有我允许，你就无权签约。你真是好歹毒啊！你要是不让我找其他机构搞融资，那你行你来啊！不然的话，就给我滚蛋！我不想怎样，我是为了保证浩源集团的财产安全，不让你们浩源集团搞土地融资罢了。你妈妈的，这可是你逼我的！诸位，既然如此，那就15000亿，分50家银行，每家300亿，先到先得。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喧闹争抢声。Nice。赢，林峰你赢了，我们下发银行答应融资。切，刚才你们一个个不愿意，现在看着别人挣钱你眼红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这让前面那些债权方咋办？除非你们愿意降低利率，不然我不会白白便宜你们的。你还让我们降低利率，你咋不去抢啊？我就是在抢，我说了，这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爷，你要降多少？13%，你看如何？一番权衡利弊下，下发银行代表只得答应林峰。林峰看着签署完的一份份文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底子都已经打好了，接下来就要一飞冲天了。林总，不好了！就在刚刚，碧桂园已经宣布将全面进驻小城市了，而且跟我们是同样的套路。这么快？他们3、4、5线城市不还储备了大量的土地没做吗？怎么就突然全面进驻小城市了？林总，碧桂园周转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们从拿地到开盘时间不超过4个月，所以他们现在刚抽出点手，就立刻来跟我们竞争小城市项目。妈妈的，我就知道这群家伙不是省油的灯。你说咱们要不要花点钱给这个碧桂园找点麻烦？林总，您最好还是别这么做。为什么？林总，这年头大家都是做地产的，谁没有点黑料？咱们能花钱给碧桂园找麻烦，难道他们不能花钱给咱找麻烦？两败俱伤对谁都不好。你说的有道理，那就他们玩他们的，咱们玩咱们的，手底下见真章吧。对了，关于碧桂园全面进驻小城市，你有什么提议？
林总，碧桂园已经打响第一枪了，接下来各大顶级房企也会陆续跟上。我认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抢在前面。你以为我不想吗？问题是我们已经砸了1599亿，还有489个老旧项目正在做，哪有多余的钱继续囤地？林总，这个情况我知道，我有办法给林总弄来大量资金。你说什么办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操，你这是非法集资啊！不行，绝对不行！我问过咱们集团的法务了，这只是一般的商业违约，根本不算什么非法集资，谁也拿咱们没有办法。那也不行，这种是对我们浩源集团的品牌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林总，咱们又不是不给钱，再说了，这是皮包公司出面，到时候可以甩锅呀。你看人家碧桂园到处都是骂名，照样风生水起，无非就是咱们没点道德，但我保证肯定没有风险。我可真是没白看错你，你可真是胆大包天！你是想让我把你送进去缝纫机踩穿是吗？这么说，林总愿意了？我可提醒你，出了事一切由你顶着，我什么都不知道，浩源集团也什么都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很快，杨振宇便有了动作。先是担任了一家刚注册没2天的皮包公司老板，接着大批量招揽员工，在浩源集团的周边项目入手，很快便赚得盆满钵满。接下来就按照计划的那般，毫无悬念地进行着，最后收尾只落得了商业违约之名。这事你办得很好，我很满意。不过这段时间比较敏感，你得避避风头，所以还暂时不能回归复职。你继续在新公司担任董事长，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你就放心吧。转眼到了年底，在林峰带领下，浩源集团最终剩下3500亿，接下来就是要向债权方们还钱了。钱已到账3500亿，分文不差。此言一出，现场顿时掌声一片，纷纷向林峰表达祝贺。林总干得不错，再接再厉，我非常看好你。恭喜啊！你们浩源集团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可要加油了。同喜，这还得多亏诸位对我的鼎力支持啊！接下来我要隆重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浩源集团这一年努力奋斗的结果。截止到昨晚，浩源集团累计完成2489个项目，净利润为2470亿元。浩源集团彻底扭转资不抵债，成功复活。新的一年，浩源集团依旧保持着高速运转。为了拿回自己的1200亿，缓解浩源集团资金流压力，林峰前后后找了好几次债权方，却每次都被拒之门外。一怒之下，林峰将朝阳建设集团告上法庭。未曾想正中债权方们的圈套，债权方竟然先一步将朝阳集团给告了，还利用协议的漏洞转移财产。这帮王八蛋真是厚颜无耻！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这帮人分明就是在转移财产。林总，我也想有办法呀，可是这帮人早就算计过了，根本不可能让我们找到证据啊。那我难道就得认亏，认这1200亿？林总，我真的无能为力。你个废物，滚吧！就在林峰冥思苦想着办法的时候，张晓突然带来了一个更为气愤的消息：下发银行的代表要面见林峰。林总，好久不见啊！最近可好？我听说你们浩源集团赚大钱了。怎么偷了老子1200亿，来我这炫耀来了？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们可什么都没干，你可不能诬陷我们债权方。懒得和你废话，说吧，干什么来了？林总，对于您的损失，我们债权方深感自责与内疚，所以我们打算对您进行赔偿。但是这笔钱吧，也不可能白送给你。行了，别绕圈子了，直接说你们想要什么。我们要修改当初的还款协议，取消第4条。你休想！林总，你就不再想想，这可是1230亿啊，不是一笔小数目。你们要自己给我1230亿，我还能考虑考虑。你们现在拿我的钱来威胁我，让我修改协议，耍我呀！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休想。话别说那么难听，林总，你搞清状况好不好？这根本不是你的钱，只是我们想弥补林总的损失，自愿付出的赔偿而已。不过林总既然不愿意，那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滚，给我滚，王八蛋！在一番绞尽脑汁之后，林峰决定最后一搏，找到法外狂徒律师张三。未曾想对方张口就是天价，我要5%。你怎么不去抢呢？张口就是60亿，贵有贵的道理，我绝对会让林总物有所值。既然你们这样说了，我也有一个条件，你们要是办不成，我1分钱不给。可以，这个条件我答应了。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个方法？在这件事上，我们无论如何打官司也打不赢，也拿不回钱，没有任何办法。那么我们可以在其他事情上做文章，让他们债权方主动退还这1200多亿。有点意思，接着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会不会被他们？放心，林总，我们都是专业的，绝对不会留下一点把柄。
这样不好吧？会不会有点太狠了？林总，他们能下黑手，咱们就不能使阴招吗？你说对吧？对，你说的有道理，就那么干。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过我们还得需要林总的配合，这段时间要摆出一副吃闷亏、息事宁人的样子，这样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我们这边也才好行动。明白，我们合作愉快。接下来的时间里，双方皆按约定好的行动了起来。就在这时，系统发来了报警。看着里面的内容，林峰脸色愈发凝重起来，赶忙召开视频会议。我判断4、5个月后，小城市项目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崩盘现象，所以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停下寻找新项目的工作，全面撤出小城市，赶紧回到总部，商讨集团接下来的方向。听着林峰下达的命令，副总们皆一头雾水。林总，这不干得好好的吗？各大地产集团纷纷涌入，形势一片大好，怎么突然就可能会大面积崩盘了？就是啊，林总，现在好多地产集团都低价也要拿地，根本没出现您说的那种迹象啊！您是不是判断错了？怎么？难道要等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游？形势一片大好，那过几个月呢？一旦危机来了，项目砸在手里谁负责？我是老板，说退出就退出。很快，在林峰的强制要求下，48个外出的副总回到了浩源集团总公司，商讨集团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只有1、2线，以及那些尚处在发展的3线城市。集团的战略方向必须围绕着这个路线走，任何人都不得违反。与此同时，伴随着浩源集团撤出小城市项目，恒泰集团紧随其后，各大地产公司直接疯了。一时间，业内人士人心惶惶，小城市房地产也就此直接崩盘，这可急坏了林峰。这不对啊，不是4、5个月后才会崩盘吗？怎么现在就突然崩盘了？什么情况这是？难道是蝴蝶效应？还有那个恒泰集团，到底怎么回事？思来想去，林峰顿时心生一计。1周后，一个重磅消息传遍了业内，打着浩源集团名义的宏天置业低价收购小城市项目。与此同时，浩源集团内部员工愤然离职，污蔑浩然集团，被告上法庭，一时间引起了舆论风暴，网民们纷纷咒骂浩源集团与恒泰集团。怎么会这样？咱们布的局一块肉都没捞着，全被林峰截胡一个人吃了。完了，我们还得一起挨骂，凭什么呀？徐董，这也不能怪我们呀，谁知道浩源集团和我们想一块去了，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算了，咱们给他们来了一招狠的，他们浩源集团回敬咱们一计，也算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过这浩源集团反应也太快了，他们怎么知道是咱布的局呢？另一边，资金紧张的浩源集团一方面大张旗鼓的在小城市拿地，另一方面暗度陈仓，静悄悄地向2、3线城市不断转移。很快，林峰就盯上了 CD 市，在包装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后，率队前往 CD 市与当地政府谈判。未曾想，又是一场硬仗。人一旦有了省钱的脑子，就不会有精力培养一个挣钱的胆子。所以，贵政府打算给多少诚意？这样吧，你看中的那些地块，我们尽可能给你便宜一点，就便宜个市价的5%，你看怎么样？这有点少了吧？我们毕竟也是1万亿的投资啊，这个优惠力度没有足够的动力让我们全力投入到 CD 市啊。那你打算要多少优惠力度？我觉得最起码得30%。30%也太多了吧？我们地方一年土地财政都多少钱了？给你便宜30%，我们是很亏损的。这样吧，7%，你看怎样？7%肯定不行。我虽然贵为浩源集团董事长，但是我也无法说服内部倾尽全部家产去做这个项目。对于林小兄弟的难处，我非常理解。不过我们 CD 市也有自己的难处，所以咱们得合作共赢。林小兄弟明白了吧？明白。我们浩源集团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企业，如果 CD 是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提出来，能帮助的，我们浩源集团愿意尽量帮助。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我们 CD 是在断水路这块，路面不怎么好，对当地居民造成了许多不便。如果能修建一条环城高架公路的话，我想这个价格大概有多少公里？也不多，不过37公里左右。可以，我们浩源集团既然来投资，肯定要为 CD 使人民排忧解难。只是我们拿地价格方面，好商量。您看这个数怎么样？不行，太低了。双方就这样在你来我往的各种谈判中持续了整整3天，最终达成基本条件。浩源集团拿地价比市价便宜18%，还要为当地政府修建公路、地铁、学校、公园、绿化等37个项目。这次你回来，那个集团战略部总经理就不要干了。我打算给你安排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我打算派你去做 CD 市分公司的负责人，统领管理监督整个 CD 市的业务。林总，我想问一下，浩源集团究竟在 CD 市搞了多大规模的投资啊？目前我们在 CD 市光拿地就已经达到6000亿元，你想想吧。啥6000亿？这是不是有点太莽撞了？
你小子不是一向胆子挺大吗？怎么这个时候胆子变这么小了？我胆子大是没错，可是这件事是关系到整个集团的命运，风险实在太大，万一砸了就直接全砸了。你想的一点没错，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涨了就全涨了？林总的意思是 CD 是未来的房价会涨，我明白了，接下来请林总放心吧。就在林峰这边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一通神秘电话打了过来。林总，你交给我的那件事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已经掌握了那1200亿的去向，它现在分别存在下发银行、中山银行、中建银行等11个秘密账户里。不过这些债权方的手脚非常干净，证据都彻底销毁了。那看来我们只能继续进行下一步计划了。是的，别说是那些债权方高管了，即便是亲自设下这些套的债权方自己，他们现在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我明白了。对了，林总，我们为了帮你办这件事，资金链已经紧张了。你看这，不是说好没办成之前1分钱都不用给吗？怎么怕我跑了呀？不是，主要是我们资金链太紧张了，我们花费的代价也非常大，我们总要对有功之人进行奖赏，不然他们也没有心情干下去，不是？行吧，既然这样，我给你先打10亿，就当是定金，剩下的事成之后再说。林总，这10亿有点少，我们这段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大代价的。哼，怎么？你以为我会差你钱吗？不会，林总怎么可能会差我们钱呢？那不就行了？你抓紧给我把事情办好，只要你办好，你放心，我保证3天内将剩余的50万全部到账，绝不食言。好吧，先就这样吧。就在林峰以为胜券在握之刻，市国资委孟主任突然找上门来。不知道孟主任此次前来有什么事啊？是这样的，咱们是以前跟一家名叫国贸环球的公司有过合作，当时打算建造亚洲第1大环球购物中心，没想到因为种种原因烂尾了。听说林总现在账面上都有1万多亿呢。是啊，不过这1万多亿只是暂时在账面上待着，我们马上就要用了。就比如上段时间我们在 CD 是投资了差不多12000亿的项目。这些我都明白，林总，可这是你们得照顾照顾啊。家乡现在确实遇见了麻烦，你可得照顾照顾家乡啊。这个是肯定的，我们浩源集团作为 S 市的本地企业，我们有义务为家乡排忧解难。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不能干赔本的买卖，不是？我们就算坑人，也不会傻到坑自己人。什么政策、价格都是可以随便谈的，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地方不要空着，这实在是太影响市容了。有孟主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2天后，在孟主任的亲自带路之下，一行人来到了烂尾的超大型购物中心场地。眼前的一幕，着实让他不敢置信。林总，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子，你看。行，给我们几天考虑一下，毕竟这么大的项目，我们一时间也不太好决定。当然可以。那这个报价是多少？340亿，连土地和建筑全部打包。行，我会考虑考虑。回到集团后，林峰当即针对这个烂摊子召开了会议。说说吧，这个项目大家都有什么想法？第一，我认为层高太矮，不符合超大型购物中心的需要，起码6米才比较合适。第二，我认为室内设计有很大问题，面积12万平方米，只能在里面搞一条笔直的室内步行街，但是它根本就没有这么设计，而是直接分成了4个区域。那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改造？如果我们真的想做这个项目，那么就只有把它炸掉重来了，重新规划布局。林总，我认为这个项目的类型方向有问题，具体展开说说。这么大一块地，而且地理位置也挺好，我们何必纠结只做一个商场呢？我们完全可以改造成综合商业体，商业广场、写字楼、住宅、酒店于一体。这个很难，市政府那边只想搞一个超大型购物中心，用来给 S 市撑门面，我们很难修改用地类型。就这样，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讨论，众人一致决定采取第一种结果，将一切炸掉，重新开始。可这又是一笔超大额的支出，林峰可不想当着拿钱的大冤种。一番思考后，决定欲擒故纵。孟主任啊，我们集团内部商讨结果都已经出来了，这个项目我们已经不决定做了。为什么呀？我们先前不是说好了吗？孟主任，经过我们多方面研究，这个项目已经彻底废掉了。如果我们要接手的话，必须要炸掉重来。总的来说，有这钱，我们还不如另买一块地。孟主任，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林总，千万别，有什么咱们好好商量。这个项目你一定得救，你要是不救，就没人能救了。孟主任，我这实在没法去救啊。咱们不能说为地方做点贡献，就得让自己去跳火坑吧。行，就这样，我先挂了。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林峰不由得出声大笑，还不是轻轻松松拿捏，反正我根本不慌。另一边，孟主任赶忙报告给了市政府领导。在经过激烈讨论之后，孟主任开始3顾浩源。第3次，这已经是你们这周来的第3次了。干脆这样，你们在这个项目上花了103亿，拆除重建27亿，总共浪费130亿。我们3方平摊，
你们看这样如何？好，就按你说的办。伴随着爆破队的成功爆破，超大型购物中心场地正式开工。眼看自己手里聚集了大把资金，耐不住寂寞的林峰开始搞投资，将目光放在了新能源汽车领域，找上了即将破产的未来公司老总李光。我的看法就是一般，你们未来公司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不过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也没有。科技产业总是需要一步步发展的嘛。对，我们未来汽车一定会继续前行，以后会更加优秀。那林总打算融资多少？先融资30%吧。林总，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市值多少？200多个亿吧。怎么了？那30%可就相当于要拿出90亿现金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怎么李总不知道我们浩源集团的实力吗？我们现在账面上的现金就有1万多亿。卧槽，那个融资比例能不能少一点？我们这个未来汽车一段时间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啊！不能，30%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要不就不投，要投就要让它成为行业第一，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可是我觉得我们公司需要合理融资，给太多钱的话，我们用不完，也是浪费。用不用得完，那是你的事。总之，我们浩源集团从不小打小闹。好呗，我们不想参与什么公司的经营，至于投票权，我们只要12%，剩下的你们内部自行分配。2天后，林峰与未来汽车正式签署了融资协议，消息迅速传到外界，引发巨大轰动。在和未来汽车签署协议之后，其股价当天暴涨86%，人红是非多，很快就有不良小编对林峰进行了阴谋论。这帮王八蛋！林总消消气，这帮自媒体小编就这样，为了赚点点击量，完全就是胡编乱造，咱们没有必要哈。我也不想跟他们生气，编就编吧，但是这帮王八蛋也不能这么没有底线吧？为了这点击量，居然厚颜无耻造谣，这完全是对我上升到了人身攻击。通知下去，让公关部联系一下这些自媒体平台，让他们好好管管自己平台上的虚假新闻，再这么没有底线的胡编乱造，别怪我们不客气。在处理完舆论之后，林峰又把投资目光放在了亚比蒂电池公司。我认为亚比蒂拆分电池业务，成立独资公司是一个非常正确和明智选择。但是光靠亚比蒂自身，这家公司成长还是非常缓慢的，还得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我们浩源集团愿尽绵薄之力。那林总对亚比蒂电池公司的估值是多少？根据我们团队的测算，700亿估值。这么高的估值，我们非常满意。既然王总满意，那我就说一下我们的要求。我们投资规则一般都是30%起步。第二，亚比蒂电池公司必须彻底独立，然后我们双方成立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林总，我想请问一下，你投资亚比蒂电池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我想让它超越德宁时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的霸主。很快，浩源集团便与王大福签订了融资协议。这一消息传到新能源领域市场，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浩源集团的投资步伐到这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时间里，浩源集团连续入股亿万锂能、光阳电源。与此同时，张三律师处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拿着一系列的把柄与罪证，林峰亲自坐飞机前往 C 市，约见下发银行 boss。林总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来找我喝茶吧？说吧，林总找我到底是什么事？我说了，你可别生气，我这次来就是想要拿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林总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有些听不太明白。林总有东西在我们下发银行吗？大 boss， 你可别取笑我了。要是我没有东西在你们那，我神经病啊，跑来找你们要。我还真不知道你什么东西在我们这，还请林总明示。那我就直说了，我的1230亿在你们那。1230亿吗？没听说过。当然有啊，您难道忘了我在朝阳建设集团那剩余的1230亿？那笔钱不是朝阳集团投资错误赔光了吗？这跟我们下发银行有什么关系？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就不要装傻了。我的1230亿就在你华海银行、中山银行等11个秘密账户里，其中你们下发银行拿的最多，有410亿。当然，我这里也有证据。林峰，你有点太过分了吧？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也是被逼无奈啊。你被逼无奈，你特么少在这装无辜，你这完全就是坏了规矩。我今天还就告诉你，别说这件事你得逞不了，而且接下来你还要面临我们众多银行的报复，等着吧。别急啊，我这有个东西你还没看呢，你确定不看完再走？这可是关系到你家里人的。林峰，你可真够狠毒的。我也不想啊，我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错？我希望这件事后我们能够井水不犯河水，一起发财。
我希望你能够说话算话。1个星期后，经过债权方们一番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把这笔钱退还给浩源集团。眼看公司账上资金愈发的充裕，林峰决定给自己放个假，去看看许久之前带着父亲去外国看病的母亲。未曾想，一个巨大的惊喜正在等着他。爸，你什么时候醒的？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没告诉你，怕打扰你干得热火朝天。你们一群骗子！既然老爸你醒了，那浩源集团就交给你了。我要去做我的富二代了，我也要好好享受生活。你还年轻，年轻人就应该多压压担子。爸爸老了，也想和你妈妈去享受生活。爸，这可不行，你不能这样啊！最后在爸妈的双簧劝告下，林峰终是不敌，继续担当大任，告别父母回到国内。本想回家休整几天，未曾想集团那边打来各种电话，尤其是 CD 市政府代表尤为着急。你们浩源集团当初不是一下子把我们的指标用地全买光了吗？我们希望能取消一部分地块，用于缓解 CD 市的用地压力。当然，我们肯定会有一些补偿的。嘿嘿，可以啊，要哪块的说出来，我直接把那块地退给你。毕竟我也想为地方政府尽一份力。林总，你误会了，我们想要的不是一块地，在我们 CD 市这么大的地产市场面前，一块地无疑是杯水车薪，根本解不了现在的问题，也不多，就要1/3就行了。按道理来说，我们没有任何义务把我们4个月前花钱买的地退给你吧？现在地方遇到用地难的短缺，我们浩源集团表示理解，主动帮地方政府解决问题，可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吧？林总，我明白，这不是我们最近实在困难吗？要不1/4也行，大不了我们未来再还你。你见过买东西的涨价还给退的吗？没这个道理吧？要是您再提这种无理的要求，那我也只能送客了。切！回到 CD 市后，市政府代表就向 CD 市 boss 告了一状，决定让林峰知道忤逆他们的代价。没过几天 ，CD 市一众部门便打着各种旗号在浩源集团的项目工地上，各种鸡蛋里挑骨头。行了，我明白了，先忍他们一段时间，在人家的地盘上跟人家地方政府打擂台战，吃亏的只会是我们。这样你去跟他们谈谈。谈什么？多给他们建几个公园，搞点绿化，然后私底下公关一下，看看此事能不能就此结果。哦，明白。在各种烧钱的公关之下 ，CD 市政府与浩源集团重归于好。与此同时，各大债权方们齐聚浩源集团会议室。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要债的，而是与浩源集团谈生意来了。诸位今天来找我的目的，我们彼此都清楚。这样，我们研究了一下，浩源集团目前并不怎么缺钱，所以我们是暂时不太需要土地融资。林总多多益善啊！是啊，林总，这座地产企业手里的现金越多越好，正好你们浩源集团现在也可以趁着土地融资弄到很多现金，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就是啊，林总，土地融资可只能1次，你项目做好了，可就没法土地融资了。那就这样吧，我们浩源集团就融资300亿吧，年化利率10%，怎么样？林总，你有6000亿的成本，怕什么啊你？大胆融资呗！诸位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土地融资虽然好，可是要还利息的，融资越多，还的利息也就越多，所以要是利息能少一点，我们也不是不可以考虑。那林总打算少多少利息？这样，我们土地融资12000亿，当然，融资利率必须还是10%。林总，这个利息是不是太低了？正常都是12%，要不咱们各退一步，11%行吗？不行，我的底线就是10%，你们愿意就借，不愿意就算了。我提醒你们，浩源集团在 CD 市的建设已经4个月了，不少项目都已经快要建设完成，你们可没有多少时间了。等等，我们答应。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商量好的吗？共同出价，你这是公开背刺啊！你个叛徒！债权方内部吵闹了好一会，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这个结果。林峰在签完协议后，直接外出考察，以30亿的价格拍下巨省的一块地后，又接连考察了省、H 省等几个大省。就在这时，系统又给出了投资建议。强烈建议投资 GC 市东城新区商业综合体酒店住宅项目。GC 市东城新区将迎来房价的暴涨。林总，以我们的资金量，包下一个新区的全部建设，实在有点压力太大了，要不还是少投一点。林总，我也不太看好，盲目梭哈整个 ZC 市项目，到时候万一市场消化不良，资金链断裂，对于我们可是致命的打击。行了，我意已决，你们看结果就行。亏是我林峰一个人的，赚也是我林峰一个人的。再说就算亏，以我们如今的家底，也是亏得起的。
在林峰的极力保证之下，各高管只好同意。第二天，林峰便带着规划部署来到了 JC 市。我很看好你们 JC 市的发展。既然你们 JC 是想要建设一个新区，这样吧，直接交给我们浩源集团吧。林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们这个东城新区，我们浩源集团全包下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不是，你们浩源集团的意思是整个新区所有项目的建设全部启动。当然是全部同时启动，不然我那叫全包下吗？我们打算投入2万亿建设资金，应该足够了吧？2万亿够了，足够了。既然我们让你们获得了那么多的好处，你们 JC 市也不能让我们浩源集团吃亏不是？所以地价方面要给予我们一定的优惠政策。这个当然可以，只不过你们浩源集团想要优惠多少？所有地优惠20%，我一口气全包下，这样再加上其他的好处，你们是很赚的。这个优惠力度是不是太高了？这已经不高了，你想想，一块新区的开发周期，再加上断断续续的规划，光这2大块利益加起来，就够你们赚的了。你们的赚头那么大，也应该给我们点赚头不是？好吧，20%我们可以答应，不过我们接下来还要对整个东城新区的投资计划进行一系列深入的详谈。经历了8天的谈判 ，JC 市政府最终同意以20%的优惠与浩源集团签约。接下来的时间里，林峰又把目光放在了物业领域。几个月后，浩源集团1.0智能版本的物业走进千家万户。眼看浩源集团在智能物业方面大赚特赚，所有的地产集团彻底坐不住了，纷纷涌入物业板块，并且以高额工资大批量挖走浩源物业的员工。敢挖我的墙角，真当我林峰好欺负呢？中立联系人事部联合法务部重新起草员工合同，大幅度的提升工资水平，同时将竞业协议违约金提升至20倍。在新合同的签约之下，浩源集团很快便稳住了人心。林峰又有了新的打算。今天找大家来，主要是宣布几件大事。第一，浩源集团接下来要聚拢资金，寻找像 CD 市、像东城新区类似的宏大规模的开发项目。林总，我觉得我们浩源集团资金链完全充足啊，包括我们可以使用的金融手段也有很多，并不需要刻意的收拢资金，咱们搞点零零散散的项目，还能有活干。你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要告诉你，根据目前的地产形势，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现在能挣钱的项目很少，而真正能赚钱的项目，大家也有目共睹，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既然林总那么说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了。接下来我们说第2件事，有关我们物业的。接下来我们要加大力度，继续在物业这一领域探索，要打造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综合物业管理平台。大家有没有意见？我们没有意见，都听林总的。接下来是第3件事，如你们所见，地产行业愈发缩水，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转型的准备。集团会重点经营物业这一块，接下来大家都要进行转岗学习，具体的都回去等通知吧。伴随着会议的结束，林峰也有了新的打算，让浩源集团重新上市。上市的地点就定在湘江市。就在浩源集团如火如荼的准备致客，一直默不作声的证监会突然下发调查函，暂不允许公司上市。滥用职权，这简直就是滥用职权。林总，你看我们要不要向上面举报一下证监会这种故意刁难羞辱的操作？罢了，证监会那帮人又不是傻子，他们既然敢这么干，就一定是全体决定的人家，怕是早已做好了应对之策，根本不怕我们去举报。就这样，浩源集团的上市之路被阻止了。很快，证监会的领导们就带队装模作样的来调查，而双方大佬却开始了亲切交谈。在国内上市吧？什么？国内？不瞒你说，我们证监会也有点私心。我们证监会的此番操作，并不是为了报复你们，而是希望你们留在国内上市，加强我们国内的股市建设。听完证监会大 boss 的话，林峰这才彻底的明白过来。在国内上市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国内目前的股市建设一片大好，拥有充足广阔的市场。大 boss，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为什么？你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原因很简单，国内的股市还撑不起来。我承认你们浩源集团资产庞大，非常有钱，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国内股市起码支撑6万亿市值的企业还是不在话下的。真撑不起来？那你告诉我，你们浩源集团未来的市值能有多少？10万亿，可能还更好。而且不单单是市值，我们还要在股市里募集个至少3、4万亿的资金。你确定以目前国内股市的情况能支撑住这么庞大的资金规模消耗？你究竟想干什么？很简单，我们要拿下全国的物业。什么？你要拿下全国的物业？我说这个情况，你可能就信了。浩源集团目前净资产23000多亿元，你觉得我林峰还缺钱吗？还需要去上市套现吗？听到这里，证监会大 boss 更加眼馋了。林先生，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在国内上市，请你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帮你撑起这10万亿的市值。听到此话，林峰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气氛一时间变得火药味十足。钱是王八蛋，
我对钱不感兴趣，但是我们浩源集团还是决定不给国内的金融机构添麻烦了。毕竟我们要是想有太多资源的话，你们证监会也不好做，不是？行，我就预祝浩源集团能够成功在境外上市吧。接下来的时间里，虽然证监会没有找到任何浩源集团财务造假的证据，但还是发出一个又一个公告给浩源集团穿小鞋。林总，你看我们这种情况还需要再上市吗？当然要啊。可是证监会这么搞，我们浩源集团根本就没法上市啊！放心去吧，一切都会雨过天晴，老老实实做你的工作就行了。与此同时，国家政策突然出台，地产行业正式进入了大淘沙阶段，而浩源集团在林峰的决策下，丝毫不受影响。林总，你可真是神机妙算，提前回笼了资金，让我们不仅成功的逃过了这场大危机，而且还拥有了充足的资金。现在任何房企都无力跟我们竞争了。林总，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趁机低价吃下其他地产集团的优质项目。太好了，林总，这可是绝佳机会，咱们趁他病要他命。怎么，你们都想趁人之危，去低价收购别家地产企业优质项目？不然呢？我说你们就这一点出息啊，干了一辈子包工头，还要继续干包工头吗？来，叶经理给他们介绍一下。这半年来，我们共收取了21亿6734万物业费。一般的物业公司，基本上所有的营收都是这个物业费了，但我们不一样，一直在探索深挖、寻找和拓展其他的业务，比如装修，我们成立了专属于自己的装修公司。而这仅仅只是我们在物业方面取得成绩的冰山一角。叶经理，接下来继续说。我们在装修材料这一块，同样极大的压低了采购价格。除此外，我们还拓展出了广告业务、泊车业务、移动充电业务、物业餐饮服务等等，综合来算，物业净利润为31亿。叶经理说的这一番情况，大家也听到了吧？我们物业这一块确实很赚钱，而且这仅仅只是开始。如果我们浩源集团能够统一全国物业的话，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质变？它就是一座金山啊！听到这里，众多浩源集团的高层们眼神更加的火热，纷纷响应林峰统一全国物业的想法。我们要统一全国物业，一统全国物业。激情过后，各位高管也冷静了下来，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林总，想要统一全国物业的话，凭我们手里的现金根本不够啊。是啊，林总，我看我们没必要完全收购，我们可以通过并购来降低难度，等以后上市了再慢慢的搞。没钱可以上市啊。林总，可是证监会一个劲的阻拦我们，天天给我们泼脏水。我们现在就算能够挺过，成功上市，也没有任何高的股价。在大势面前，又岂是一个证监会能够阻止的？放心，他们怎么泼的脏水，我就让他们怎么给圆回来。你们还是继续商讨刚才的收购计划，上市这个问题，我亲自来解决。会议结束后，林峰当即坐飞机去京城见了大佬张建国。林总，不远千里来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啊？是这样的，现在国家不是要去杠杆，主动刺破金融泡沫吗？这很容易导致一大批地产企业陷入破产，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我们浩源集团就想帮国家点忙。具体说说，你想干什么？我们浩源集团一直看重物业这一块，我们也想将这一块做大。你的意思是？我们浩源集团打算通过上市加借贷的方式，从市场上来获取大量现金，然后用这些钱去收购这些面临着去杠杆造成破产的房企。可以啊，我们慧心非常支持你们浩源集团这个想法。那你们浩源集团现在是遇见什么困难了吗？是这样的，我们本打算去湘江市上市，然后向全球筹措巨额资金来实现我们的收购计划。但是证监会好像对我们有点想法，他们想要在国内做出一番成就，就想要我们在国内上市，但国内撑不起来。你是说证监会给你们浩源集团去湘江市上市使了绊子？是的，我们现在也很苦恼。这个你放宽心，只要你们企业行为有利于国家，国家是绝对支持的。证监会我会去沟通，不过我得确认一下，你们浩源集团真打算一口气收购掉全国物业？千真万确。行，这件事就交给我了。你们浩源集团回去好好准备上市了。在张建国以及背后大佬的干涉之下，证监会很快便就浩源集团一事给出了答复。经核查，并没有查到浩源集团任何违法违规现象。证监会对未能将浩源集团这个优质企业留在国内上市，深表遗憾。此公告一经发出，直接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浩源集团也趁着这股东风，开始为奔赴湘江市上市如火如荼的造势。我和浩源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社会给的，饮水思源，我们必须回报社会，一定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不是空话，也不是虚话，而是我的心里话。接下来，我们浩源集团要做的是全国的物业。
伴随着林峰演讲的结束，现场所有人都被他这个疯狂的想法惊呆了，一时间掌声雷动。接下来的几天，林峰又奔赴了海外，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路演，他的目标也提升到了要统一全球物业。路演结束后，接下来就是 IPO 了。IPO 庆典现场，林峰创下了国内历史第一的成绩，超额认购11倍，数额达到了9万多亿元。这去杠杆对咱们地产行业来说，简直是毁灭性打击。我们浩源集团为了帮大家渡过难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方案，我们打算统一收购国内物业板块，全现金一次性支付，价格为10倍市盈率。听着林峰的话，各大顶级房企巨头掌门人纷纷表现出不屑。10倍市盈率，打发叫花子呢？区区一个毛头小子就想吃掉国内所有地产行业的物业板块，真是狂妄至极。而此时的林峰丝毫不在乎众大佬们是怎么想的，而是继续执行自己的计划。利诱之后便是威逼。我们浩源集团非常真挚的欢迎跟大家合作。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在这里善意的提醒一下，愿意出手的还是尽快出手，晚的话就会面临我们浩源集团的强大竞争，不然最后砸在手里可就完了。听到林峰话中的威胁，作为乾隆头一哥的徐经营再也坐不住了，撕破脸皮转身就走。见此，一些地产中小型企业家也都纷纷跟着离场。看来有一部分人很不愿意接受我这个提议啊。好吧，不管他们了，我们继续谈接下来的地产行业发展。3个小时后，这场座谈会正式结束。气急败坏的林峰连夜召开了高层会议。今天的事情，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恒泰、万科、保利等一众顶级地产企业掌门人带头中途离开，把我们准备已久的座谈会彻底搞砸了。所以我决定，浩源集团正式向全国地产的物业宣战。林总，按照这么打的话，伤敌1000自损800啊！林总，我们难道非得这么跟他们死磕到底吗？林总，我们不是不赞成打物业竞争战，只是希望不要打那么猛。就这没了。如果你们就只有这个想法，那我看还是按照我说的做吧。这一战，我们要打出浩源集团的威名与决心。这一战，势必要打爆他们。会议结束的第2天，浩源集团便连续发布了11道命令，3天后已经全部落实。物业市场的战争就这么拉开了序幕。面对来势汹汹的浩源集团、恒泰、万科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发表声明，画起大饼。林峰当即疯狂砸钱，买通水军，向他们施压。恒泰集团率先梭哈。既然你恒泰阻挡了我的路，那我就拿你恒泰来杀鸡儆猴。一时间，战争的氛围笼罩了整个华夏大地。在疯狂的资本运作与砸钱下，恒泰集团很快便落了下风。新楼盘仅成交了3单，彻底卖不动了。此时的恒泰董事长才察觉到事情的不对，大发雷霆：这群人真是好样的，把项目负责人全给我开了！全开了？这不好吧？这可是涉及到集团内部很多人了，就这样全开了，我怕会。你怕会什么？浩源集团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就没有项目负责人上报？如果是没察觉到，那就是能力问题，理应开除；如果是察觉到，那就是故意为之，害群之马。眼见副总离开，徐经营当即换了一副讨好的嘴脸，拨打了一通神秘电话，相约高尔夫俱乐部见面。马总，这浩源集团可来势汹汹，物业价格战打得极为强势，财大气粗得很。要不是您这边有意向，我怎么会立刻冲上去和浩源集团争抢物业？我们公司现在都有些吃不消了。老徐啊，这涉及上千亿的资金，我们公司自然也得谨慎一点，不是？我们现在还处于考察阶段，而且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说服内部高层。你再撑，能撑多长时间？马总，不是我说，现在浩源集团攻城略地，已经在大量收购楼盘物业了，到时候要想翻盘可就难了。行，我答应你，但入股的金额和条件，我想我们得好好谈谈了。没问题。2天后，企鹅携843亿现金战略投资恒泰集团的消息引爆了市场。而此时得到消息的林峰丝毫没感到压力，只觉得不屑，没有理会。可未曾想意外来的那么突然。林总，大事不好了！什么大事不好了？让你这么急急忙忙？2天前，我们旗下的蛋蛋 Party 被企鹅抄袭了，他们推出了圆梦 Star， 直接砸钱抢占我们的玩家。短2天，我们已经流失3000万玩家了。游戏负责执行人小孙呢？他是干什么吃的？2天了还没有把问题解决。林总，那游戏负责人小孙在得知后气急败坏，干出了近乎缺脑子的举动。他第一时间亲自前往官方直播间，然后扬言要给那些粉丝玩家开会，还直接拿出了领导的做派，上来就摔手机，称粉丝玩家们是饭圈，直接让广大网友们寒了心。真是废物！去通知人事部，将小孙给开了，并赔偿造成的损失。那我们的游戏怎么办？他马化腾不是想比砸钱吗？论砸钱，我还没怕过谁。而且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通知下去，我们旗下物业今天全部上星星的饮品企鹅美式吧，分发给每个住户。我要让他抄袭狗恶心死。对，还有一次，林总王思聪他爸将万达集团51%卖给企鹅了，也加入了力挺恒泰集团的队伍。王总糊涂啊，这是思聪怎么说？思聪那可是你的铁哥们，直接与他爸断绝了关系，要与你共进退。还有一次，碧桂园、万科、绿地、融创，他们也都与恒泰联合了。联合？怎么联合的？是这样的。有意思啊，真是有意思。喝点马尿他们是心高气傲，对付我们那是生死难料。他们全都对付我林峰一人，可真是给足了我牌面啊。是啊，林总，这阵容可真是豪华啊！咱们浩源集团何德何能啊？我们是不是该想个法子来对付他们？不，这么精彩的一出好戏，我们哪里能打扰？我倒要看看他们接下来表现如何。很快消息便传到了网上，引起了网友们激烈的讨论，甚至还玩起了段子。恒泰要反抗我们，企鹅要来凑热闹，那就打。这个位置还轮不到你浩源集团，出此大任，你还不够资格。今日若还有人搞垄断、搞流量接口那一套，必当天下共诛之。恒泰活着的时候都不敢共私呀，你企鹅算什么东西？然而事情并没有朝着网友们所想的那样去发展，浩源集团没有任何动作，直到夏国地产物业发展风向论坛召开的这天。既然给我发了邀请函，不能没有我的座位吧？徐总不知我的座位在哪呀？面对一群媒体的镜头聚焦，徐经营见状只得迎了上来，将林峰带到第一排的角落。实在不好意思，林总，按照势力划分，您的座位应该在第一排中间。但是我们这场论坛的主要任务是商讨19家顶级房企在物业领域合作的事，所以就委屈林总一下。谈物业领域合作，怎么不叫我呀？林总还真是一个出其不意啊！早知道林总有这打算，我怎么也该安排最中间的位置啊！林总要有意愿的话，我们会议结束后可以慢慢详谈。林总到时候一定要赏光啊！赏光，一定赏光。不过等下我可就要听听徐总的高见，毕竟你们具体是什么合作，我可是很好奇。很快论坛便开始了，在听了各大企业家对自己的阴阳怪气后，结束之刻，林峰终于忍不住了，一步上台，拿起话筒。首先，在我正式发言之前，我要先解答一下2个问题。第一，某位企业家说我趁火打劫、大肆压榨，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不应该是雪中送炭吗？还有大肆压榨，我想了想，这10倍的价格，貌似也谈不上压制。至于价格战这个我承认，但我确实有钱啊，你玩不起就别玩。我看你今天就是来砸场子的吧？你到底想干什么？问得好，我今天就是来放福利的。我们浩源集团欢迎大家联合起来做物业，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警示各位，诸位房企必有一劫。一听这话，在场的房企老板彻底坐不住了，而林峰的威胁并不止于此。好了，我话说完了。我希望在这场大危机到来之前，大家可以尽早的做好准备，最好能活过这场大危机，这场地产大逃杀游戏。这也算是我林峰对同行们的帮助与祝福。在简单回答完一番问题后，林峰就坐车来到了机场，打算乘坐私人飞机离开，未曾想被一群警员叔叔拦住了路。林先生，不好意思，你现在不能回去。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涉及一起编造、传播虚假误导消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案件，需要进行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有拘捕令吗？我们只是暂时请你去协助调查。那你们想清楚后果了吗？我可不是这么好动的。不好意思，林先生，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行，带我走吧。在和一旁保镖交换了眼神之后，林峰跟随警员离开。秘书钟丽得知消息后，怒气冲冲，当即拨通恒泰集团行政部刘总电话怒斥。可刘总并不知情，赶忙又将消息告知了参加宴会的徐经营。徐经营也表示很懵逼。你说什么？林总被抓走了？谁抓的？不知道，我以为是恒泰抓的，但是他们到现在没有给我答复。究竟是因为什么抓的？据保镖说，那带头的警员表示，林总涉及到了一个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的案件，所以要把林总带去调查。听到此话，杨振宇当即看透了事情的本质。这可真是一点规矩都不讲了。很好，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嚣张，他不讲规矩，我们也不讲了。就在此时，钟丽的手机响起，恒泰的刘总终于带来了消息。你说什么？是企鹅？好，这么小家子气是吧？不就是林总说了他2句，他不是不讲规矩吗？那大家都别讲规矩了。凌峰，事实都摆在了眼前，你怎么还不认罪？我为什么要认罪？你为什么不认罪？你在论坛上编造、诽谤、制造恶意信息，
给马化腾先生以及他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名誉损失。所有的证据都在这了，怎么你还想抵赖吗？我没想抵赖啊，我确实说了这些话，我说出错了吗？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啊，这不就是他们一直干的事吗？总不能说实话也犯法吧？放肆！我看你是死不悔改，执迷不悟。我看你才放肆！我一开始给了你们多少面子，不然你们以为能抓我？我一个电话，你们的市长都得来亲自给我道歉，他马化腾算什么东西啊？让我认罪！放肆！你这是对法律的蔑视！我看你才是吧？就算是真的，也应该走司法途径，而不是被你们强行抓来关小黑屋。凌峰，这可不是你的地盘，你最好还是认清形势，否则有你的苦头吃。是吗？敢不敢现在让我打个电话？审讯期间不许打电话，要是真想打，就把认罪书给签了。行，算你们狠，我们就耗着吧。就在双方陷入僵持之刻，一位恒泰的李董事在王局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审讯室。王局长，你们疯了吗？林总可是地产界的龙头，你们居然敢把他抓起来？你们拿我恒泰当什么了？你们难道就不考虑影响吗？我们也是接到报案，按程序办事，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在我们这一律平等，绝不会徇私枉法。林总实在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放心，我们恒泰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我也没想到会有人如此疯狗，不讲规矩，这事你就别管了，让他们继续审。有些人不吃亏就不知道长记性。马总呀，你做事也得考虑一下吧。林峰是什么人？你让人说抓就抓，你知道这对我们举办的论坛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吗？怎么说话不用负责啊？谁敢乱说我们企鹅，我就要谁付出法律的代价，不管他是谁。不是，他可是夏国首富，而且还是地产行业，你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多巨大吗？你这完全是捅马蜂窝行为啊！听我的，赶紧给他放出来，不然你真把握不住。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非要在此事上栽跟头是吧？行，朋友的情分我尽到了，我不管了。此时的马化腾丝毫不知危险正在临近，30名全副武装的特勤人员驾驶直升机停在了企鹅大楼。马总，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你们是谁？要干什么？我们是 S 市警方。你现在涉及一起编造、传播虚假误导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案件，需要到我们 S 市接受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危言耸听，简直是危言耸听！你们这是诽谤、乱执法！我要找 Z 市领导。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了。来人，带走。与此同时 ，Z 市警察听到消息，也来到了企鹅大楼。S 市，你们好大的威风啊！这么大场面，调动直升机来我们这抓人，威不威风找我们领导去。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马化腾带走调查。好，简直没有王法了！我看你们今天谁能走出我们 Z 市地盘。最终在 S 市特勤人员的武力镇压下，成功将马化腾带走。马先生，这是一份认罪协议书，签了吧？你这是诬陷！那照你这么说，你举报我们世浩源集团董事长林峰，不也是诬陷吗？怎么你搞别人就行，搞到自己就是诬陷了？你可真双标啊！我是不会签的。你不承认不想签也无所谓，反正证据摆着呢，我也能零口供定罪。做人别太狂。眼见事情闹大，省里高层亲自下场劝和，最终林峰早马化腾一天被释放了出来。为消除不良影响，各大企业家论坛会的发言很快便传到了网上，网友们见此又玩起了段子。我要控告你搞垄断、搞霸权，利用自身优势打压竞争对手。浩源，我的天哪，你居然告你自己！你狼子野心，贪婪无比。浩源，那你在这干什么？你来做慈善的吗？地产行业需要正义，我们要阻止这样的恶霸企业在地产行业称王称霸。浩源，究竟谁才是恶霸？我们是一家非常友好的公司，经常帮助一些中小型企业发展。浩源，你指的帮助是刀架在脖子上的那种吗？他在诽谤我。虽然林峰前去砸了场子，但是恒泰所谓的物业联盟还是成立了。合资公司的名字叫做夏国物业联盟资产管理公司。而此时的林峰也接到了通知，林总，恒泰集团带头组建的物业联盟公司扩张速度非常快，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部接管了联盟里所有房企的物业。我们得赶紧想对策啊！这样一直放纵下去，对我们可不利啊！别说1000家，就是1万家又能如何？让子弹飞一会，很快你就能看到一出好戏。转眼到了3个月后，3000多家房企入驻的夏国物业联盟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夏国最强大的物业公司。一时间，徐经营被捧上了神坛。他不知道的是，一场地产界的惨烈厮杀开始了。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退出的？我了解过了，基本上都是债务压力逼的，就连王健林个人资产都急剧缩水，万大集团都卖给企鹅了。
具体说说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间，涌入市场的新楼盘越来越多，大家的新楼盘都卖不动，再加上之前去杠杆本就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所以现在面临的债务压力自然非常巨大。全都是这种情况吗？是的，基本上已经蔓延全国了。完了呀，还真让林峰那个毛头小子给说中了。我们的新楼盘最近销售的怎么样？也不太乐观，但我手里没有具体数据，影响多少我也不知道。快去把销售部总裁和集团财务总监全部给我叫过来。请收下我的膝盖，林总，你就是我的神。您对地产行业的形势判断实在是太强了。恒泰组建的物业联盟，越来越多的退出房企，现在每天找上门甩卖物业的房企比比皆是，我们的物业都快买疯了。这只是刚刚开始罢了，后面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房企来排队甩卖，你们要做好收购准备和交接工作，不能弱了我们浩源集团的物业招牌。接下来的时间里，在砸了7000亿后，林峰前后收纳了5万家物业，眼看账上只剩下了2万亿，不够1个月的花销，林峰当即打算搞钱。是这样的，今天找你们来呢，是想请求你们的帮助。什么帮助啊？林总尽管说，不要跟我们客气。现在不是地产界出现了很严重的存量危机吗？房企都非常缺乏现金，将物业项目纷纷甩卖给我们，而我们也非常愿意收购，帮助他们来降低金融风险。林总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现在地产界就缺乏这样的大救星。我代表下发银行非常支持林总，这样吧，我们自愿10%的利率，您林总随便借。俺也一样，俺也一样。王代表，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当初签订的还款协议，不是签了一个第4条款，那可是6.8%的利率。还有这事呢？我确实忘了。不过就算有这事，那6.8%也太少了，这让我们喝西北风。大伙说是不是？此言一出，全场债权方代表纷纷响应，场面一时间陷入焦灼。王代表真是说笑了，开银行的怎么能叫喝西北风呢？那我们浩源集团岂不是连要饭都不如了？林总可真是高谈了我们下发银行，林总当年可是巨额首富呀，净资产都已经2万多亿了。王代表真是高抬我们了，不过大家要真都记住第4条款，我这里有原件，大家可以过目，总不会上面各家 boss 的签名都是假的吧？林总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信了，但事关重大，我得回去请示领导，帮林总问问。眼看下发银行代表起身离开，其他债权方纷纷会意，也起身离开。今天的我你爱答不理，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你们会主动回来求我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林峰派出财务人员，拿着合约各家要授信贷款，结果都吃了闭门羹。得到这个结果后，林峰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开心，因为这正是他 play 中的一环。几天后，林峰直接宣告停止物业收购，跑到国外香车美女纸醉金迷摆烂去了。我说林总，您让我们陪您演这么一出戏，到底有何深意？天机不可泄露。这边的林峰声色犬马，享受生活；另一边的债权方们却因房地产行业危机忙得焦头烂额。而此时的林峰也接到了第一通兴师问罪电话。林总日子可真是舒服啊，可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怎么回事？具体说说。林总当初不是答应我们，企业上市之后要统一收购全国物业吗？难道这么大的目标，林总就给忘了？没忘，我林峰答应的是怎么会忘呢？说起这事，我还得找你评评理。现在就是因为他们的耍赖不认账，我借不到钱，我没钱怎么去统一收购全国物业？还有这事，放心吧，林总，这事我会给你问问，我们是朋友吗？百因必有果，债权方们，你的报应就是我，是时候该回去了。很快，张建国便有了行动，在京城集结了各大金融机构的掌门人，召开会议，帮助林峰扫清障碍。最近大家的日子可都不太好过啊，怎么样，诸位对化解这次金融风险有何高见？我们但凡有办法，也不至于这么惨呀。我还以为你们有何高见呢。上次我在处理一个金融风险问题的时候，听说你们跟浩源集团当初签的还款协议上有一个6.8%的第4条款，有没有这事啊？有啊，我还以为是假的呢。最近好多房地产企业找到我这边，要我劝说浩源集团收购他们的物业，这样他们就有资金盘活。我寻思国内还有这样的好企业呢，这事你们知不知道？下发银行你们先说。我们的本意是让浩源集团把利率提高一点，6.8%实在太低了，
所以什么？你就可以拒绝是吧？你们下发银行的利益就可以建立在全国金融稳定的大局之上是吧？你们也不想想，现在能救你们的除了浩源集团还有谁？现在好了，人家不干了，找谁去啊？听着张建国的咒骂，人精般的金融大佬们瞬间明白了过来，在会议之后，纷纷给林峰打去电话，谄媚讨好。但林峰岂会让他们如此容易？与此同时，恒泰集团暗度陈仓，在 C 市某金融入股，套取钱财。不放心的 C 市掌门人刘余辉前来向林峰打听情况，未曾想为时已晚。什么？这是真的？坏了呀！怎么了？什么坏了？就在前2天，我们 C 省的金融机构刚跟恒泰达成了一项入股协议。什么？你们糊涂啊？这不是把那家金融机构往火坑里推吗？刘叔叔，快！为今之计就是赶紧把股权要回来，立刻终止与恒泰的一切合作，否则就会陪着恒泰集团一起走向毁灭。好，我现在就回去要回来。很快 C 省便有了行动，强行撕毁恒泰的入股协议，将钱退回，并且将恒泰派进来的高管全部赶走。经过一番折腾后，成功要回股权。怎么会这样？不是之前还谈得好好的吗？都已经达成入股协议了，怎么说撕毁就撕毁？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是啊，薛总也不知道他们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昨天还你好我好，今天就把人赶了出来。你们问他们原因了吗？问了，他们说这是省里的一致决定。后来我们去打听了一番，好像是 C 市领导听到了什么风声，对整个地产行业进行了一番摸底调查，结果让他们极为不满。而且那几位领导先前都去过 S 市。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是林峰，肯定是他，该死的林峰，坏我大事。我们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其他金融机构救急。而此时的林峰在一众金融界大佬的宴请下，来到了黄江大酒楼。林总还是太小家子气了，2万亿够干什么的？就是以浩源集团的规模，3万亿的净资产，借10个亿也轻轻松松。没错，林总应该拿出当年做地产的气魄嘛。今时不同往日了，房地产可以高周转，卖完就开下一个新项目。这物业的怎么高周转啊？我也想多借，可是我无能为力啊。林总，我最近听说浩源集团要向 C 省某金融要8000亿授信额度，有这回事吗？有，我还以为假的呢。林总这是不地道啊！有了新业务，不找我们这个老伙计了，反而找外面的，这未免有点过分了。有好处就去找别人啊，这是让大伙怎么看？我林峰绝对不会让大伙吃亏的。这样这份授信贷款的使用权，就按照当年你们债权方在浩源集团占的比例来分，人人有份。几天后，2万亿到账浩源集团，林峰开始大手笔的在全国各地收购物业，一时间数不清的房企物业，摘掉了原来的名字，换上了浩源集团的招牌。3个月后，浩源集团共吞下10万个物业项目。而此时大受打击的徐经营也迎来了好消息。薛总，好消息啊！咱们派去的人跟 X 省的那事谈拢了，对方已经同意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准备，带着团队今天就连夜飞 X 省。可恒泰真的能躲过这一劫，逃生成功吗？我们不得而知。而此时的林峰正因大量收购物业，人手短缺，焦头烂额的召开高层会议。这一战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为什么没有建立健全内部晋升和人才培养的机制呢？这就是你们高层需要深刻检讨和纠正的地方。别跟我提困难，我们浩源集团不养废物，谁问题解决不了，谁就滚蛋。就在刚刚，上市公司融联科技3年虚增2亿利润，证监会当即出手对公司与董事长分别罚了50万与25万币。现在全国上下都盯紧了我们，但凡出了差错，我们后果只会更惨，干不好就多滚蛋。我们该怎么办啊？林总这是要来真的了。我可不想丢掉浩源集团这份工作。那还愣着干啥？按照林总提出的问题，我们赶紧想对策。很快在高管们的呕心沥血之下，研究出了一套专门的制度体系。首先，我们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和内部晋升机制。可市场上没有这么多专业的物业人才，所以我们要打造管培生的培养体系。在经历了2个月的改组和重新架构，这套全新的体系终于落地。接下来就是大规模招人了。林峰亲自下场，在国内签完1圈高校后，与众多高校达成每年一共近10万毕业生进驻实习战略合作协议。招人的事情解决了，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便是盈利。对于物业行业，你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修建大型仓储和物业超市，让住户们有良好的居住体验。不出小区便可以备齐家居用品，物业超市缺什么货，大型仓储就补充什么货。我们还可以将大型仓储与物业超市对接浩源集团的大数据平台，在经过一系列的统计与计算后，就会得到仓储货物的种类、存量、进货量、退货量、销售速度等一系列关键数据。好，
接下来就要大干一场了。林总，大干一场是不是可以搞点奖励，提升下士气？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早准备好了，这些你等下给大家发下去。华为 Mate 60，这官网都缺货了，您哪来的？这里居然还有一车，现在都不用抢了，左下角就可以免费领，升级人手一份，还都是全新顶配机，真能免费领啊！我每次看视频左下角都说抢不到，绝对真实有效，我都确认过了，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里头。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都是1万份打底的。对呀，我领的都发货了，大家都能领吗？只要刷到这个视频就能领。左下角这次除了华为 Mate 60和苹果15，还特地追加了不限量的 iPad Pro 作为保底福利，保证人人都有份。要拉人助力吧？不用，但要从左下角下载进入才行。平时放一旁挂挂机升级，苹果华为都能一起拿下。那我得让我女朋友也试试。伴随着总部一声令下，浩源集团物业超市招牌正式全面上架到全国近16万家物业，直接颠覆了现有商业模式的存在。嗅到了商机的一代宗师级人物杰克马当即坐飞机来到了 S 省，上门来找林峰。马总，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您说您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也好提前做好迎接准备。用不着这么客气，小老弟，你别怪我突然登门，不请自来就好。哪里会，您能来，简直就是我们浩源集团蓬荜生辉啊！不知道马总这次来我们浩源集团是有什么事？是这样的，我这次来是想与林总谈一个合作。马总要找我谈什么合作？很简单，我想让浩源集团与阿里结合。结合？怎么个结合法？结合的意思很简单，我想让阿里多年孵化出的线上业务与浩源集团的线下平台结合，实现线上线下全渠道结合。那我有什么好处吗？你7我3，相当于我们孵化一个 B2C 的线上向线下延伸的实体业务，所有的前期孵化、投资、后续的线上运营和发展都是我们的，相当于你们浩源集团躺赚。马总这个提议可太好了，我们浩源集团一向非常受欢迎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像阿里这样的大企业能找到我们合作，那完全是我们浩源集团的荣幸。马化腾，这下我看你和你的企鹅拿什么和我斗？在一番友好的协商之下，双方很快便敲定了细节，准备签约事宜。而此时消息也传到了马化腾的耳中。你说什么？阿里要和浩源集团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要达成战略合作？没错。是什么战略合作？具体的不清楚，但大致内容是双方进行优势互补，阿里做线上，浩源集团做线下，共同探索和投资发展 B2C 的业务，将线上业务全面扩展延伸至线下，铺遍全国。听到这，马化腾瞬间黑了脸，这完全就是一个坏到极致的消息。这两人居然联手了，简直是狼狈为奸。马总，你看这怎么办啊？恒泰那边怎么样了？非常不好，现在的地产市场十分冷清，许多房企们的现金流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这个废物，不中用的东西，给我撤资！撤资！可是如果启动了退股协议，我们企业在物业领域可就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那又怎么样？就算不退股，还不是一点作用起不到？我留着这样的废物有何用？得知企鹅打算退股的消息，徐经营暴跳如雷。退个屁！他让我们恒泰给他干活，哪一点少干了？让我们砸钱在物业上，我们砸了；让我们组建物业联盟，与浩源集团为敌，我们做了。我们为此亏损多少？现在想全身而退，不可能，做梦去吧！可是企鹅不好惹啊。老子更不好惹。总之2个字，没钱。企鹅与恒泰的法律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一场精彩的狗咬狗对决就此展开。而企鹅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场战争成了地产崩溃号角的导火索。另一边，林峰也要去访问阿里，正式签约了。林总，我认为我们对阿里的好处远比阿里对我们的好处要强得多。这个我知道，前几天不是讨论过了吗？林总，我说我们能不能加个条款，这不宰他一刀，不回一点，实在难受。说吧，你打算加上什么条款？林总，这是我们拟定好的合约，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正式签约。真不好意思啊，马总，我们还真有一条要补充，我们想加个借款协议，来帮我们浩源集团解决缺少现金流的问题。林总打算怎么个借款协议法？很简单，就是阿里借给我们浩源集团4000亿现金。4000亿，林总莫不是太看得起我们阿里了吧？我们哪有这么多现金嘛？2000亿如何？这笔钱我不问你要利息，就当对咱兄弟企业的支持。3000亿吧，我们阿里最多能拿出2500亿。好，就2500亿。林老弟，我们2家公司现在可是正式结为兄弟企业了，我们接下来可一定要合作愉快，不能让外面看笑话。
那当然，那当然。通过网络直播，远在企鹅的马华腾也见证了这记入历史性的一刻，瞬间气急败坏。两个王八蛋，真是可恶至极！转眼到了第二天，杰克马与林凡泛舟西湖之上，又谈起了新的合作。林老弟有没有想做社交的打算？我也想做，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做。我们阿里旗下有个钉钉，林老弟知道吗？知道，是做企业社交办公的软件。可惜钉钉的发展很无奈，只能一直在企业办公这些局限性的领域内发展，无法扩张出去。所以马老哥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如果钉钉能够推广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那该会是怎样的结果？我考虑考虑。接着奏乐，接着舞。与此同时，对簿公堂的企鹅与恒泰愈演愈烈。在恒泰多次拒绝归还之后，企鹅一气之下冻结了恒泰账面上的935亿现金，直接导致恒泰濒临破产，造成15万亿债务的连环违约。企鹅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欠我的钱，他还这么嚣张，凭什么现在还要让我忍让？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吗？马先生，我知道你的苦衷，但一切要以大局为重。恒泰的破产将会造成一系列严重恶劣后果，这将会对整个夏国的金融稳定造成颠覆性的恶果，所以你们要忍一忍。我忍个屁！我凭什么忍耐这种王八蛋？马先生，任何人任何事，在大局面前都得做出让步，而且你的损失与委屈，我们一定帮你追究回来。而且你们企鹅是建立在某基础上的，我们能扶持，自然能颠覆。好，我们企鹅愿意以大局为重，暂时放弃对恒泰债务的追溯。得到消息的徐金莹瞬间便嚣张了起来，直接排除2个高管前往企鹅得寸进尺。你说什么？不要你们还钱还不够，你们还要我继续投资500亿？是的，你们企鹅此番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损失，你们造成的，自然要你们企鹅来收尾。收尾？我收你妈！你们欠钱不还，现在还以损失的名义问我要钱，你们无耻！马总别激动，这是两码事，你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你们企鹅必须得赔。给我滚出企鹅！保安把他们扔出去！得到消息的徐金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吩咐手下弄得更落魄一点，找到剧审工作组便开始恶人先告状哭诉，强迫马华腾当大冤种。可马化腾也不是吃素的。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林峰物业连锁超市取得了771亿的捷报，还未来得及高兴，便被全国5万多家大中型连锁超市联名告到了上面，一场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领导啊，做事总得讲点道理不是？怎么他们能开超市，我就不能啊？难道就因为我抢了超市的生意，超市就得让我们浩源集团打？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你说是吧？林总，你说的很有道理，可问题在于，你这么搞下去，全国的超市可都要黄了。他们黄了，那么多就业人员该怎么办？你也要理解我们的苦衷。就他们有就业是不是？我们浩源集团员工超过170万，不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林总，为大局着想，您得退一步。退一步？你告诉我怎么退？很简单，关停超市业务。你在搞笑吧？我投资了这么多，你现在让我关停？你要让我关停，我就不干了。林总，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您怎么能不干呢？不好意思啊，我真干不了，我早就财富自由了，何必呢？眼见林峰扬言不干了，联合调查组不由觉得此事重大，立刻开始向上汇报。废物，你们天天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浩源集团要是不干了，整个全国的地产乃至金融都是要出大问题的，这个债你来还啊？那领导，那我不罚了行吗？小吴啊，你呢？任职做了几10年了，也是领导岗位，自己分内的事情如果还需要手把手来教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履职的资格，你好自为之吧。很快，联合调查组便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罚又不能真的罚，双方谁也不能得罪，最后以浩源集团罚款60万收尾。但连锁超市们并没有打算放过林峰，买通水军们在网络上抹黑谩骂带节奏，这也更坚定了林峰要做社交平台之心。林老弟，我想咱们2个就不用藏着掖着了，你拿40%股份怎么样？马老哥，既然如此，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51%的股份，公司独立运转，不作为浩源的子公司。林老弟，你这可是夺我的心肝宝贝啊！你就说同不同意吧。行吧，钉钉归你了。当然了，这个运营和管理方面嘛，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当然了，我这么信任你，你得干好啊。当然，那可是我们的亲儿子啊！林老弟，你打算多久能让我们一起给企鹅一个下马威？1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很快2人便达成了协议，而浩源集团也悄无声息地入股了钉钉，开启向社交方向进军。与此同时，剧省一间密闭会议室里，各级领导满脸愁容。
说说你们的看法吧。真是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吓一跳啊！金融监管部门之前是干什么吃的，让他撬起这么可怕的杠杆，都没查过吗？他可真是干啊！40亿撬了3万多亿负债，近800倍杠杆。恒泰再怎么说也是我们辖区的，我们身为地方可摘不了责任。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解决这个事。除非多个部门联合起来，一起齐心协力，否则单凭我们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既然如此，就让这件事继续发酵吧。只有让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家才能齐心协力来解决问题。很快，恒泰再次濒临破产，资金链断裂，欠了3万亿债务的消息相继传出，无数债主纷纷上门讨债，事态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林峰那边也遇到了麻烦 ，JC 市的2把手王领导找上了门。咱 JC 市遇到了点困难，这不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林总，希望林总能帮忙。当然能帮肯定帮，但是如果太坑的话，那也不能怪我们，我们只能说尽力。哪能坑林总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那里有个企业瑞迈医疗，企业创始人最近鬼迷心窍，接手了几个地产商的半拉子项目，现金全砸进去了，还欠420多个亿，所以想找林总融个资啥的。不对吧，王领导，去年我一次性可是给你们 JC 是1万亿土地转让金，难不成1年过去全都花销了吗？行，这2天我们去 JC 市实地考察一下，只要不太坑，我们非常愿意帮助。与此同时，浩源集团与阿里将钉钉独立，组建合资公司，并且钉钉社交版正式上线。上线当天，整个浩源集团就开始了推广行动。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由我司与阿里联合研发的钉钉高端个人社交版上线了。钉钉高端个人社交版将为本小区业主发起拼团专属活动，一起聚餐、健身、打台球等多项拼团服务，拼得越多，价格越低。本小区的业主朋友们都可以下载，不但可以交朋友，还可以享受商家优惠。特别是前期，我们与阿里联合将发起1000亿巨额补贴，时间有限，越早金额越大，活动仅限本小区。仅1天的时间，钉钉高端个人社交版用户下载注册量便突破了3000万，小区住户们纷纷将超便宜的拼团活动晒上社交媒体。眼看浩源集团辖区下小区人员获得了如此优惠，其他小区在一番羡慕嫉妒恨后，开始在网络上对浩源集团口诛笔伐。为什么我们小区不能参与你们浩源集团的拼团活动？你们这是在歧视用户。为什么你们浩源集团不把我们小区物业收购了？你要是收购，我还至于看他们在网上炫耀吗？你们不是要通一全国物业吗？怎么停下来了？我不管这优惠我也要。在网友们一番责问之下，更加增加了钉钉社交版的热度。另一边，作为竞争对手的马化腾，在得到消息后气急败坏。1天就收获了3000万用户，浩源集团这王八蛋是给钉钉是吃药了吗？人渣、败类、恶魔，他这就是在犯罪，就是垄断资本的无限扩张。我建议我们现在立刻上报高层阻止他们。对，我们必须要向上面控诉他，让他们停止贪婪的扩张。告到上面，你以为以现在的情况他们会帮谁？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钉钉这次来势汹汹。马总，我认为钉钉这套打法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直接把这套打法复制过来。对呀，我们也搞现实社交拼团，根据用户的定位数据，利用我们的企鹅地图，我们直接用大数据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钉钉只是刚刚起步，而我们企鹅可早就坐拥全国了。看来只能如此了，不就是砸钱吗？我就不信我们比不过他。第2天上午，企鹅便召集媒体，对外宣布了自己将会正式进军拼团业务，并且补贴3000亿。消息一出，网友们顿时炸开了锅。这场打的是越来越热闹了。企鹅急了，他急了。浩源集团与阿里这回是要了企鹅的命根子了。很快，企鹅的拼团业务便正式上线了，钉钉的使用频率开始断崖式下跌，一场商业大战就此拉开序幕。可得到消息的林峰却没有一丝着急，早就料到他企鹅会玩这一套了，复刻、灌流量、召集小弟围攻、砸钱、老掉牙的招数。只可惜企鹅的马化腾这次如意算盘可要打空了，我们浩源集团可不是什么互联网企业。我看这次企鹅的马化腾是要彻底傻眼了。第2天，浩源集团旗下16万家物业公司便接到了统一则命令，举办广场舞大赛。如果能从县、市、省脱颖而出到全国赛场，每队都能拿到100万奖金。很快，消息便传了出去，大妈们激动了，有了队伍就要建群。钉钉直接顺势推出群聊功能，有了群你得加好友吧。钉钉又推出一键加好友功能，直接将大妈们变成粘性用户。而伴随着比赛的开始，钉钉更是直接推出一个网络投票功能。卧槽！1天3亿注册用户，怎么可能？你们告诉我，全国1/3的人都在下载钉钉，你 TM 当我白痴呀？那个马总，这是真的，他们昨天下载注册用户数量真的是3亿人。
你们这些人都在干什么？这就是你们以为的地产土鳖？都赶紧给我拿主意解决问题，不然别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马总，我们现在弥补还不晚，只要我们企鹅发动一切力量，也同样举办一个广场舞大赛，想必一定能快速赶上。我也同意这个做法，就算不能破坏他们计划，我们也能降低影响力量，对我们企鹅也是非常有利的。你们想的都怪容易，一群废物！我们企鹅又不是浩源集团，全国各地有130万员工，到处有报名点，光发起一个网络报名，怕是大妈们看都看不到。这是我们说复刻就能复刻的吗？那你说怎么办？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在争吵半个多小时后，众人终于推出一个认可度较高的方案，那就是复刻浩源集团行为，鼓励用户宣传，只要填写邀请码就能获得企鹅币，然后再找米团建立线下报名。可事实确实非常的差强人意，甚至还被精灵大妈们薅了羊毛。与此同时，浩源集团第2轮物业收购也要开始了。听说林总物业板块最近又准备扩张了，要是林总拿下全国物业，怕是企鹅连折腾的能力都没有了吧？同意全国物业本来就是我们浩源集团的本职工作，当然了，实力越强，与企鹅竞争就越容易。1个星期后，浩源集团又收购了15万家物业，眼见还有余力与空闲，林峰将目光转移到了如何转移资产上。在杰克马的牵头下，与某易、某鹏、某享企业创始人组局，互换股份。消息传开，资本市场直接沸腾，而京城大佬们更是怒不可遏。他林峰想干什么？他想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称霸整个夏国商界，唯他独尊是不是？要我看这件事，我们必须阻止，不然照这样下去，浩源集团还不跟这帮企业形成垄断集团，排除异己，打压对手，挤压其他企业的竞争空间，这是绝对不行的。那我们怎么阻止？你别忘了，浩源集团刚缓解了国家现在面临的严峻金融风险和地产危机，这个关口我们阻止它，你不是寒了天底下做企业人的心吗？没错，这是我们阻止不了，就算阻止，也不是现在，影响太恶劣了。可问题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浩源集团在这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打高垄断吧？就是他换的股份都是在境外上市的企业股份，这很难说，没有其他目的呀。要我看，不如给浩源集团发个问询函，也算是对林峰那小子的警告，如何？花开富贵组在不在？合家团聚组呢？第200组，我靠，200个组，难道一个都没来吗？这还办个毛啊！你们米团怎么做事的？我的妈！我的老！我的挂子！我的老！我的大脑变大枣，这能是我的错吗？四季平安队带给我们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恭喜他们夺得本次初赛的冠军。看见这一幕，屏幕前的网友饭都喷出来了。主持人，难为你说这么多违心的话了，这可真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啊！大妈，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夺冠了，你可不要欺骗老人家啊！我就上去随便扭了2下。200多支队伍就1支参赛，直接躺赢，这不就随便扭2下吗？这就夺冠了。而此时同步观看的马化腾与一众高管顿时心如死灰。这回我们企鹅是沦为全国的笑柄了吧？你们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回答我！我们企鹅集团没有那种现实基础，完了，米团那边又是个靠不住的主，所以在执行层面自然也就出了差错。差错？你管这叫差错？这是巨大的纰漏。所以这件事上到底是谁没把主关？这件事主要由方副总负责。方明言，你被开了，收拾你的东西，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我企鹅不养废物。马总，这事不能怪我，我嘱咐过米团，让他们核整好报名队伍的真实性，我实在没想到。还愣着干什么？让他给我滚！还有谁？我会一一追究，只要在这件事上有责任的一个别想跑。说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补救？马总，我认为此次我们不应该被钉钉牵着走，我们直接搞一个单纯的全国选秀比赛，不是更好？对呀，我们企鹅有成熟的团队、成熟的平台、成熟的营销体系，可以直接打造孵化一个爆款节目，吸引全国观众。有企鹅的全力推广与支持，绝对不比钉钉的广场舞大赛差。好，通知各部门把这个思路传下去。这次我们定要浩源集团与阿里付出代价。与此同时，浩源集团
阿里与丁丁联手打造的广场舞大赛也来到了全国决赛。在圆满成功之后，林峰开始为自己的跑路计划做部署。第一步就是赶紧刚收的小弟公司加深合作，而这也引起了浩源集团内部的不满。林总，我实在想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耗费这么多资源，冒着得罪全行业的风险，去力推这帮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切，就是，这对我们能有什么好处？难道就那一丁点一交换的股份价值增长？可这对我们浩源集团付出的代价根本不值一提。恕我直言，这简直就是拿我们浩源集团的利益替别的企业赚钱。想不明白，那就不要想明白，我自有我的道理。耀东，你就不要再杞人忧天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林总是什么样的人。振宇，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不过是经验判断罢了。你仔细想想，以前浩源集团做地产的时候，林总每回下大决断，事后不都赚大发了？所以你在操心什么？看不懂就对了。哦，说的也是哈。就在林峰连轴转之际，杰克马却找上门来。我说林老弟，你可真是日理万机啊，让我好找。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太忙，这不上一次又说过太忙，资金压力有些喘不过气。说的也是，一天几十亿亏损，就算是家大业大，有谁能放心？林老弟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林老弟，你看我都来了，你是不是得抽时间给我聊聊？那当然了，马老哥您都亲自来了。林老弟，你也知道，我最近在筹备阿里支付上市，这个盘子很大，我寻思咱俩的关系是不是要加深一下？老弟应该懂我意思吧？马老哥是想邀请我参上一股吧？当然，你说我这上市能少得了林老弟吗？就不知道林老弟怎么想。马老哥盛情邀约，带兄弟我一起发财，有福同享。我非常感谢老马哥，可浩源集团目前的情况实在是不能再出风头了呀。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的？我一个老头子，到这把年纪了，都敢闯敢拼，你难道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再说了，你就算是想明哲保身，也得把自己越吃越大，不是？有句俗语叫世事难料啊，希望马老哥能理解。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强求林老弟了。不过我可是邀请过你了，你以后可不能怪我啊！说老哥我赚钱不带你。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支付这一块，我们浩源集团说不插手，就永远不会插手的。你的就是你的。对了，马老哥，打算什么时候上市啊？到时候我也好去现场祝贺祝贺。也就明年的5月18。听着这熟悉的日期，林峰的笑容不禁僵在了脸上，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神级系统的预测。5月18，正是浩源集团股价暴跌的那天。难道阿里支付上市会引发一场风暴？算了，还是赶紧准备跑路吧。伴随着浩源集团1季度1万亿净利润的出炉，投资者们纷纷行动起来，直接将浩源集团股价送到了73万亿的巅峰，就连巴菲特也亲自下场。为什么要重金下注浩源集团呢？他实在太符合我的投资标准了，除了末日危机来了，否则他就会一直赚钱下去。那你觉得浩源集团的股价还可以继续飙升吗？它未来的上升程度是多少？这个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浩源集团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哦，什么缺点？它的致命缺点就是它在湘江市上市，湘江股票市场的盘子相比于全球投资者实在太小了，它没有那么大的盘子来撑起浩源集团一个正常的股价。那您认为浩源集团适合在哪里上市？我认为浩源集团真正上市的地方应该是米国，我很欢迎像浩源集团这样优秀的企业来米国上市。关于巴菲特邀请浩源集团去米国上市一事，引发网友激烈讨论，而林峰本人却是不为所动，只想专心致志筹钱跑路。眼见前2步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第3步套现。另一边，杰克马心心念念的上市日子终于到来，却最终以失败告终。气急败坏之下，他选择发疯。我想反正我也退休了，就在这畅所欲言，跟大家分享3个我的看法。第一，你们都是一帮只会照抄不会动脑子的废物，就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夏国才会失去未来。此言一出，台下众人皆是脸色大变，但他们丝毫没想到，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更加炸裂的发言还在后面。巴塞尔就是一个老年人俱乐部，大家把这个搬过来，觉得夏国也应该用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夏国根本没有金融系统性风险，因为夏国根本就没有金融系统。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很多席位领导更是直接站了起来。可被无端阻止上市的杰克马早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既然决定要骂，那就彻底豁出去了。今天的银行就跟古代的当铺一样，还活在清朝。骂完结束后，杰克马当即溜了，留下一波骂骂咧咧要来播拳击运动的金融领导。与此同时，远在京城的大佬们在得到消息后，纷纷气急败坏。
不让他阿里上市，就直接炮轰监管是吗？这个杰克马未免太过分了，他现在还把不把国家放在眼里？就是，也不想想当年没有国家的默许与帮助，他能有今天吗？现在倒好，直接资本尾巴翘上天，忘本了。调过来反咬国家一口可还行，必须要狠狠严惩，杀鸡儆猴，不然以后这帮人还不反了天。是他简直放肆，必须要收拾一下他，让他明白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侵犯到国家的利益，否则都要是被热制的。说得对呀，这些年资本的无序扩张，尤其是像阿里、企鹅、浩源集团这样的垄断性企业，他们靠着垄断优势无限扩张，开始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以至于出现像杰克马这种代表。这些人一定要好好管教，正好借这个窗口对他们进行敲打。很快，在京城大佬们的讨论中，一个名为集中性整治的决议传遍了大江南北。资本垄断的发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为了规范企业发展，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和垄断，将对一系列垄断资本进行反垄断调查，开展集中整治。在看完杰克马炮轰国家视频已经下发的集中性整治决议后，林峰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带领浩源集团起死回生走上巅峰后，却得到了一个意外通知。看来我也是时候该和大家说再见了。快给我通知机组，连夜起飞，再不走就走不掉了。伴随着林峰降落在牛牛国，国家的整顿也正式开始了。阿里首当其冲遭到了监管最强的重拳出击，被处以180亿罚金。同时遭殃的还有浩源集团与企鹅，分别被罚100亿与50万。但联合调查组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峰不仅早已转移了财产，就连人也不知所踪。不好意思，我们林董现在不在国内，你们一时半会是见不到我们林总了。看着联合调查组一脸气急败坏，杨振宇不禁想起林峰临走时的嘱托。杰克马这一炮，怕是监管的重锤要落下来了。我们浩源集团与阿里走得那么近，怕是躲不过去了。我现在要赶紧去海外避避风头，浩源集团就交给你了。林总放心，我一定会为林总守住集团。可林总，如果监管重锤砸下来，我们浩源集团该怎么应对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我要是不在屋檐下呢？哦。而此时得知林峰不在国内的联合调查组瞬间破防了。你扯什么？怎么可能不在国内？你是不是想替你们董事长隐瞒去向，好躲避监管？刘领导说笑了，我怎么会欺瞒调查组呢？借我10个蛋，我也不敢啊！我们林总确实在2天前就已经坐飞机去了外国。去外国干什么？目的是对欧洲那边的物业市场做考察。我们浩源集团要成为少有的全球化企业，这也算是为国争光，不是？哼，别以为你们林总跑到国外就一切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转移资产、畏罪潜逃是对国家不忠诚，罪加1等1。就你们这种态度，我看应该罚1000亿。刚才100亿，现在就1000亿，这罚款数字完全看自己心情随口说吗？这未免太不讲规则了吧？方四，你这是什么态度？一瞬间，联合调查组众人勃然大怒，纷纷站出来斥责。与此同时，远在外国的林峰也遇到了麻烦，超级大佬打来了电话。林峰啊，你长大了，身份呢也到位了，有些事我总要跟你说一说，不要求你怎么办，但是这个情况你要了解。您说。首先我要退了，当今分为2家，左和右，左家打压资本，右家亲和资本。之前为了经济的平稳长运快速发展，一直是右家压制着左家，但随着最近几年资本的不断扩张，尤其是杰克马冒天下之大不韪炮轰国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您的意思是，现在左家占了上风，这也是我们这些企业被调查和打压的原因？当然，这一切不过也仅仅是表面而已。接下来你要听好了，你应该知道下一位话事人是谁吧？略有耳闻。所以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含义。左家不过是某人牵制右家的工具，而一旦右家被完全压制，你觉得属于右家那位还能当话事人吗？你明白吗？我明白了，多谢伯伯。那你长大了，有些事该自行斟酌了。如果非要一个建议，那就是静观其变。接下来的时间里，林峰在外国官员的陪同下，对当地物业进行考察。而下国内，面对着来自上面的不断打压，杰克马跑路，众企业家们也纷纷跑路。转眼到了2年半后，左右家博弈结果终于出现，右家大获全胜。林峰、杰克马，各位企业家也纷纷回国。谁要是敢再抹黑诽谤我们的人民企业家，一律嘎了。就这样，又过了1年，浩源集团的股票市值
突破到了史无前例的100万亿，林峰如愿登顶世界首富。哟，稀客呀，张总监最近咋有空来我这？林总，不，现在应该叫林首富了。您现在是啥身份？想见您一面可真难。听说完比特币那小子，请你吃一顿饭就得500万美金。别人难，咱自己人那还不是想见就见？张总监可是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不，贤内助也不对，反正就是帮到我很多啊。林总嘴还是那么甜。嘿嘿，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张总监找我啥事？如果是你们银行缺钱啊，这种小事我直接安排中立先给你打几百亿过去。不，这点小事哪敢劳驾林总？我今天来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哟呵，哟，说说看，这个世界能让我震惊的好消息不多了。林总，我们领导为了以后方便联系，特意委托我给您组建了一个林大歌舞团，这不是林总一直的梦想吗？我们帮您实现。嗨，那都是小孩子的事情，我现在的梦想早就变了。哎，那林总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饮水思源，我和浩源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要回报给人民。说人话。我打算进军新能源汽车，探索太空，研究脑机接口。这可都是能拯救世界和人类的大事啊！全部做好很难的。你一个搞房地产的，有把握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